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不屈之枪，一个男人听上去都会很喜欢的名字。但是这个英雄的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出色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一个好兄弟告诉我，现在的比赛鳄鱼都出破败。我心里一想，鳄鱼出破败那还能玩吗？但是当我去看了那场比赛以后，被动空，一个是手痛空，就一个是没勾到，一个是被闪现躲了。那个维鲁斯 R 被卡拉闪现躲了，是真没办法。看完以后，我仔细一想，我似乎想到了这个套路的精髓所在。破败在上个版本的附加伤害从8%增强到了12%，45入就是破败的伤害提高了一半啊！而这增强的4%算到身上，就是每1000血竟然能多打40滴儿。这样看好像也没有多少。但是潘森毕竟是一个1秒钟能将自己的长枪甩出去4次的男人，1秒钟4次，那还是人吗？当潘森出了破败以后，我们一个 W 就能造成将近40%最大生命值的物理伤害，并且这40%还是破败白给我们的。想到这儿，我便带着激动的心情准备进入游戏操作一波。天赋方面，我推荐强攻。虽然从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打出第4下普攻，但是伤害对比强攻会低上不少。强攻的3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白给。W 以后伤害提高12%，它不香吗？下面一定要点上凯旋和致命一击。致命一击可以在我们压低对手血线的时候再次提高我们的伤害，这样一来就是双倍的快乐。而凯旋这个天赋也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天赋，往往在关键时刻能给我们嘬上一口。Nice。相比较鳄鱼而言，潘森的 W 更加简单粗暴，最主要的是操作也简单呀。W 上去 A 2下接个 Q 就能把人秒了，对于 UP 主这种手残玩家来说十分的友好。出门装选择长剑加药瓶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喝出破败。前期我们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嘲讽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言语上的。虽然一般来讲我们是要猥琐，但是对手残血在我们脸上回城的行为让我想顺着网线给他2拳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王子这样回城明显是在勾引我，但是诺手在塔下离我们很远，他这个血量我 W 过去 AQ 已然就能直接带走。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也能闪现过墙。这个皇子的人头我拿定了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经过无数把的实验，我发现还是等破败出了之后再打架会更稳妥。而出了破败的我们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，要敢于质疑敌方上单不是满血还敢在这儿浪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何？ God! No! God, please,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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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我们这个套路为什么说它是众生平等？因为正常来说，装备等级落后的情况下是很难打赢的。但我们众生平等，潘森不管对方的装备领先我们多少，我们一个 W 接平 A 就能打掉一半的血，并且脆皮和坦克在我们眼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就算你出了一身护甲装，我一个 W 还是能打你一半。在我们前期单杀完敌方上单以后，可以直接钻进对方野区，因为打野前期一般不会做什么肉装。不过就算做了肉装，也难逃一死。在14分钟有着将近2000血，并且能秒人的我们，几乎可以在召唤师峡谷里横着走。在召唤师峡谷里横着走。当
游戏到了中期，原本我以为这个套路的潘森打团并没有什么用，但是这一局打完却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。这一局的队友疯狂白给，对面双 C 的发育就他妈离谱。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，我们一个潘森竟然站出来了。其实打团我们也并没有做什么，就是等对面来了以后 W 上去接个 AQ， 然后发现中单死了。对面以为我们没技能就来打我们一套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们的 W 竟然又好了。仗着防御塔的存在，我们又把上单给杀了。最后借助大招飞到辅助身边，随便 A 了几下就把辅助也给带走了。对手潜意识里会觉得我们输出很高，因此打团的时候会优先激活我们。但我们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刺客伤害的坦克，一波团战不知道吃了多少个大，竟然还没有死。这时候对手会发现，他们打不死我们的同时，伤害还没我们高。我们就是召唤师峡谷最快乐的男人。他们侮辱了战争的艺术。视频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实在想白嫖的话，点个赞也行呀。我是呱呱，爱你们。